嘿，大家伙早喽！4月27号星期六，周末了，又下雨了，刚停。到4月末，大阪雨水多起来。昨天看了超时 Vertex 2S， 对吧？哎，对我来说就是稍微有点大，有那种反差美。而且昨天看，不知道是不是昨天才有的。就有一新的表盘，这都是手写数学的那种表盘，叫 Math， 还行，那挺有意思。我觉得对跑步运动科技这一块我特别的感兴趣，不管是谁。其实这期如果把标题叫做跑步中的科技与什么什么，我也不口播出来，可能是能有更多流量，但是我还是决定不。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跑步中、运动中的科技。我特喜欢并且特擅长说这个。快到大本城了，一会儿咱们聊。先预告一下，明天虽然是我第3个训练日，但是呢，明天咱们回复各位的评论。因为后天要发另外一部，就不是完整，但是带有评测性质的视频，跟人家约好了，也是跑步的东西。那感觉一到这个季节，就各种新的东西都开始慢慢出来了。还有就是今天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咱们还是直播间见。当然这周是不是要调休，对吧？明天上班吧，所以只有1天的休息时间。要是陪家里人出去玩玩啊什么的，咱们就回头看回放。而且我跟家属也做个决定，就是直播只要没有重大的问题，回头就直接把官方的回放放出来。做字幕给直播时间成本太高了，要工作好几天校对。大家不是说想让家属试试那个编织手环吗？所以先把直播字幕这个事情放一放。因为我俩还是很有那种完美主义的性格，这也跟今天咱们这话题不谋而合。上周六，就是上周的今天中午，见到了高驰的大佬们，在一起开心的聊了1个多小时的跑步手表，还有最后我抛出的一个问题，想请教人家，就是关于光电心率。我觉得，就我这么大的人，经历过了很多可能现在年轻人们没有经历过的那种科技带来的变化的那种幸福时刻。我现在记得特清楚，就是2000年出头，应该是在奥运之前开始，就民用的 GPS 准确度开始可用了。我第一次那时候我是一台黑莓手机，第一台可以装应用的黑莓手机，装了个地图。那天我记得特清楚，第一次收到信号是在北京地铁5号线上，那时候还住在，就是后来我在昌平的那个家，在地铁上从中关村回来，就是买手机回来。我第一次发现我在地图上出现了，位置是差不多对的。我那个时候的那个心情简直是不可思议，我觉得哎呀太好了，世界改变了。那这些现在已经变成了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人们打开地图导个航啊什么的都不觉得什么了，对吧？
再后来呢，就是光电心率手表能测心率了。我也觉得，哎，又不一样了。再后来呢，就是双频的 GPS， 双频 GPS， 我觉得应该彻底改变了，跑步爱好者的训练体验和比赛体验。如果让我说最近几年运动手表、跑步这一块，什么东西的变化是让人们体验最好的？那第一名应该就是双频 GPS， 第二名可能我会给到，比方蓝牙 5.0 或者 5.1， 就是现在的低功耗、更可靠的、更稳定的蓝牙连接，可能只有这2名。我觉得下一名的突破点可能未来是电池或者是能源吧，因为能源问题其实人们一直重视，但是一直没有重视到那个程度，直到现在吧，大家这些年都是电池了，然后紧接着呢，现在人工智能的训练电不够用了，开始想办法突破吧。就跟马拉松一样，没有东西在后边赶着你，人都是懒惰的。科技突破往往都是就必须得干了，它也就突破了。就像2战时候似的，青霉素啊，什么现在的航天工程啊，要是没有说你不干，明天别人就打死你了的话，可能还是干不出来的。我觉得科技公司也是，那天聊的为什么很开心呢？对方的小伙伴给我的感觉就特别爱这个产业，就像有时候我跟别人聊我们公司或者聊我干的东西一样，就能看到眼睛里有光芒。这词儿可能有点俗气，但是我也这么评价我自己。我有时候特别喜欢跟人家聊我喜欢聊的事儿，就像为什么每天我跟大家见面、拍摄、聊天我都不烦呢？就是因为我表达的东西都是我喜欢聊的。那时间第一过特快，第二是聊特开心。我也希望能通过我聊这些，让大家就好多屏幕前小伙伴不像我一样没有技术背景，或者不是理科生，或者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那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但是我之前看到我们跑团群里他们分享说要去买那个某一款单品的 GPS 手表，你要特别兴奋说，哎呀，这个好轻啊，这个能续航多少天呀？但是其实我想跟他们讲，当然我没讲，因为我觉得可能有点唐突。我的想法是，就目前来看，双频 GPS 不一定是不是全星座。说白了，你就算只有 GPS 一个信号来源，只要是双频的，现在也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是跟普通的单频的手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东西。我记得我的第一款跑步手表是佳明的 Phoenix 3，那个时候有训练恐惧的。来，头起来了，来说，平平先生在做速度训练。那时候是有不叫训练恐惧，是有高楼和立交桥的恐惧，因为就怕 GPS 偏，突然就报了下1公里，每天如此，就一过某些就容易偏的地方，就特别害怕。我记得每一年的北京马拉松，跑到西二环拐弯之后的第一个那种立交桥的时候，哎呦来吧！跑到第一个立交桥的时候，那儿几乎每年都要拼，就心里祈祷手表不要响，手表不要响，都不敢看。可能我这个反应夸张了，过分了，但是真心的。那时候如果跑到有遮挡的地方，
摆臂都不敢停，就完全必须得规律的摆臂。这样呢，我猜呢，手表发现 GPS 信号弱了以后呢，它可能会考虑陀螺仪。那这时候只要我是规律的摆臂呢，可能他认为我没有跑偏。我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反正如果我是厂商，我会这样去考虑的。之后我们就聊到了一些细节设计，我给他们提了一个小的不成熟的建议，就是我们都希望最后比赛冲刺的时候照片是好看的，但是呢，它这个按键锁定有一个也不能说是错，就是可以再想想办法的地方。就高驰的按键锁定，要不你旋转解锁，要不长按解锁，对吧？然后解锁之后呢，过一段时间它就自动又锁了，然后这段时间其实也不长，就导致呢马拉松冲线的时候，永远是手摁着手表，因为要摁几秒。看着快差不多还有10几20米，就把它解锁解开，过了终点再摁一下，这就造成说冲线过程中最后那10几米手一直是2只手握在一起的。那天聊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办法，我想就是可不可以解锁之后持续的时间可以设置，比方说我解锁之后持续1分钟，因为大多数时候误触并不是时时刻刻发生的，你就说保持1分钟可能问题不大。这两天我就琢磨，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设置成解锁之后想再锁的话是手动再锁，就是不自动锁了。虽然麻烦一点，但是因为它本身的目的就是防误触嘛，只要解锁的过程不会被误触，问题也不大。亦或是呢，可以考虑2个键一起按，会忽略这个锁，就减少误触概率嘛。说白了就是，否则的话就是冲线照片就比较尴尬。我对马拉松比赛的照片要求挺高的，可能也跟很多小伙伴不一样。我这性格招人讨厌，我有时觉得自己太那样。然后最后呢，我就咨询了对方，我说您觉得您对光电心率怎么看？好些东西就刷新了我的一些观点和知识。第一是，其实为什么在我手上，像Apple Watch Ultra 心率的表现非常差，就几乎就现在如果这样跑步是完全不可用的状态。然后呢 Pace 3呢在我手上，虽然我一直都用心率带，但是我也测试过，反倒是没出现问题，配速也没出现问题。我有时候感慨，我说你看这2个手表的光电模块应该是没有苹果这个模块堆料堆得狠的。然后直到那天的 Vertix RS， 我早晨跑起来试了试，也没有Pace系列在我的手腕上表现好，我就有疑问了。之后呢，我就聊这事儿。就说，光电心率基本上就是靠照射血管反射，是您吗？哎，您好，您好，别那么激动，别那么激动。您好，您好。我打扰您训练了啊。没有，我在录像，你介意吗？没关系，我也在录。啊，你也在录？这是 GoPro 第几代？没有，这是第1代的 Action。第1代的 Action 啊 ，GoPro 的。好久没用了，这次过来玩，拿出来看一下。可以。您怎么称呼贵姓？姓陈，哪个姓陈？陈先生从哪儿来？北京。北京。啊。平常跑得多吗？平常还可以。真的吗？对，还可以。我那个，我刚跑完那个郑州。成绩好吗？满意吗？满意，超出我的预期了。多少？方便说吗？310。每个月能跑多少？我就是这个冬天才开始加的，
大概是平均有个280、280、290。然后那个，我是训练前开课前1个月3月的时候加到了350，加到350。然后前面的话大概就是从12月开始就应该有300左右。300左右，跑了几年了？我比较早了，我开始跑步都10年前就开始跑。10年前就开始跑步。对，我发的第一条朋友圈就是那个。那是一直都坚持下来了吗？没有，有断对吧？断啊，明白。我是这样的，我那个17年。刚才遇到了频道的观众，一起跑了一会儿，刚才说到哪儿我给忘了，所以我要剪辑一下。我们就说心率，就为什么有这种不同的设备、不同的表现呢？那天聊完我就大概知道，因为我原来知道的是心率。光电心率其实就照射血管看反光嘛，反射光。原来想的是手表带紧，对吧？但是太紧呢，其实也不行。为什么冬天不如夏天呢？那冬天像我这种手腕太细太瘦，血管在收缩，信号就更弱。而且，我还知道说，就那天知道了，同样的，比方同样的手腕粗细。可能不同人血管的分布，还有各种的身体不同的情况吧，它的信号强弱也不一样。但是在这里边，其实最关键的一点是，手表和你的皮肤还有血管之间的相对运动。这个相对运动是制约准确度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你想，它靠的是反射光，如果照下去和收到的时候位置变了，或者总在变，就不准。所以为什么 Apple Watch Ultra， 甚至是那天的 Vertex 2S， 在我手上的表现都不如 Pace 系列呢？就是因为它质量大，质量大呢，惯性就强。你在同样的加速度面前，就是你摆臂肯定是它有加速度的，然后就惯性的效应呢就更明显。就像现在我摆臂，我能明显感觉到我左手的 Apple Watch Ultra， 它虽然没有前后晃，但是呢它是在动的，就在有那种就瞪着你的皮肤在动。而右手的 Pace 3呢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而心率臂带呢，一部分是因为它传感器能更大，同样的大小，它比手表小不了多一点，只做一件事儿，效果会好。更多的方面呢是它佩戴的位置，这个位置，这传感器的跟皮肤贴合那个面和你的皮肤之间的相对位移的机会变少了，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聊来聊去呢，我觉得就像他们说前段时间Pace 3就刚有的时候，就这次更新之前，因为心率总会跳，说别人不满。我说这我倒没发现，因为我一直用心率带，因为我其实一直对各种光电心率都不是太有信心。这次聊完呢，我还是奠定我的观点，我觉得想认真训练马拉松，弄一个心率臂带是最稳妥的方式。但是大部分时候 Pace 3系列还有 Apex 2 Pro 系列在我的手腕上都没有问题，像再大到 Apple Watch Ultra 和 Vertex 2S 这种，在我的手腕上就有难度了，因为确实勒不住。而且呢，因为是相对位移造成的，所以你跑得越快，可能出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你看，你摆臂从以肩膀为轴，手腕和大臂的角速度是一样的，但是呢，因为半径不一样，你手腕的线速度就快，然后你一前一后的时候呢，加速度就大，对吧？加速度一大，
惯性的效果就更明显。这没办法，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呢，要么就只能靠新的技术出现，要么就是更好的算法。因为有时候并不是算法不够好，而是好的算法在现在的算力下执行不出来，它算不了那么快，实时的。就大家可以理解为类似你玩游戏帧数达不到，它就是达不到这个渲染速度啊。因为你想更好的去识别噪声数据，就是错误的数据，还是需要更多的运算和更好的排除算法。这就跟你说一个音乐消除人声或者消除背景音乐降噪是一回事儿，差不多吧，可以这么理解。虽然肯定不一样，但是心率这事儿呢，为什么双频 GPS 对 GPS 有巨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心源了。而心率这事儿，你说现在心率带靠硬件检测告诉设备说现在是200，那你说设备信还是不信？他信还是不信都不一定对，因为只有一个信源。这都是人类面临的技术难题，在好些时候，看似我们现在，你说旅行者1号离隔那么远都能修好，但是还是技术力量太渺小了，整个人类。那我跟大家分享了从2000年初到现在各种科技的变化给我带来的兴奋，但是这已经是20年的事情了。人生有几个能运动的20年？人生可能有好多20年，能运动的没有多少。我期待在下一个5年里，或者在我45岁之前吧，哎呀，能有更多、更好、更了不起的东西出现，让我能体验一把。别到时候连说明书都看不懂了，就尴尬了。行，我估计相机快没电了，咱们聊这么多啊。哎，4月27号星期六清晨7点21，训练结束。第2个训练日，照例是一个半程马拉松，平均配速5分04，心率141，最快1公里4分41，基本就是匀速跑。但是天热起来了，心率会稍微高一点点。昨天虽然没发跑步的视频，但是昨天是25公里，而且不是很慢，平均大概4分50多。之后边几公里都比较快，就是想看看伤情基本康复之后试试看。但是其实确实是跑25公里后会有一点点感觉，导致今天跑时也有一点点感觉，但是我觉得没事儿。所以呢，不出意外，5月1号就是我下训的开始，然后5月1号是周3，是跑团合练的日子。所以呢，如果伤情没有反复，5月2号很有可能是执行大阪到京都那个跑步计划。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提前跟各位预告，而且我也拉到了为我的100公里比赛拉到了拍摄的赞助，但是还没拿到，还在邮寄的路上。如果能这2天要是能拿到，5月2号如果去京都就试一试，还是很期待的。就对各种新的科技类的东西，我这种人真的是有时候把持不住，特别的欣喜，所以希望快再快，更好的摄像设备，更好的运动设备，更好的记录设备，好吧，那就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我们今天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直播间见，然后明天回评论，明天咱们早上的节目里见啊，咱们下回再见。